张哥，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，有人用手势就能说出很多意思。手势也是一种语言，比如 OK、点赞、比心，这些大家都懂。其实手除了能做事，还能表达很多抽象的意思。对，那手这个字是不是也有很深的道理？当然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手，它不只是身体的一部分，还藏着智慧。太好了，我特别喜欢这个话题。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了一个手势，两个手指交叉，说是保佑的意思。对，那个手势在很多文化里都有。在中国，有些老人还会用这个手势辟邪。你看，光是手的形状就能传递这么多信息。那手的这个字本身应该也有很多故事吧？确实，咱们先从手字的起源说起。字理哲学。小丽，你知道手字最早长什么样吗？不知道，但我猜应该是画出来的。没错，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里，手就是一只手的侧面图，有手臂、手掌，还有5根手指。你看现在的手字，是不是还能看出手指的形状？仔细一看，还真是，上面那一撇一横一横，就像是手指。对，后来这个字慢慢简化，变成了我们现在写的手，而且手作为偏旁的时候会变成 t， 叫提手旁。我发现了，打、拉、推、抓这些字都有提，是不是所有跟手有关的动作都会用这个偏旁？大部分是的，但也有例外，比如手本身，还有掰、拜这些字，虽然动作跟手有关，但写法不太一样。那手除了表示身体部位，还能表示别的意思吗？当然，很多跟手有关的词都引申出了更抽象的含义，比如手段不是指手，而是指方法；手艺不是手的技术，而是人掌握的技术；手腕也不是手腕本身，而是指办事的能力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就像我们说的一手好字，不是手写的好，是字写的好。对，这个字挺有意思的，我们慢慢学。我们先来学一些最常用的带手的词，我会每个词都给你举几个例子，帮助你理解。好，第一个，新手，指刚开始做一件事的人，没有经验。就像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是个新手。对，比如说他是开车的新手，开得很慢。还有，我学中文才3个月，还是个新手。我记住了。第二个，老手，只做一件事很久，很有经验的人。就像您在公司里是处理问题的老手。不敢当。再举个例子，王师傅是修车的老手，什么毛病都能修好。明白了。第三个，高手，指技术特别厉害的人。比如电脑高手、围棋高手。对，还有武林高手、做饭高手。比如我妈妈做饭是个高手，什么菜都会做。真好。第四个，歌手，就是唱歌的人。这个我知道，周杰伦是歌手。还有流行歌手、摇滚歌手，比如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。我也喜欢唱歌，但我不够好，嘻嘻。第五个，拍手，两只手互相拍，表示高兴或鼓励。看表演的时候，大家拍手鼓掌。对，还有拍手叫好，形容非常赞同。比如观众拍手叫好，演员很感动。这个说法有意思。第六个，握手，见面时互相握手，表示友好。现在大家见面都改成拱手礼了，因为疫情。对，文化也在变。握手礼源于西方，现在在中国也很普遍。比如初次见面，他们热情的握手。嗯，
第7个，举手，有问题或者想回答时，举起手示意。上课的时候，老师问问题，学生举手。对，还有举手之劳，比喻很容易做到的事，比如这件事只是举手之劳，别客气。哦，这个成语也要学。第8个，洗手，饭前便后要洗手，这是卫生习惯。我每天都用洗手液洗手。还有洗手不干，意思是再也不做某件事了，比如他犯了错，决定洗手不干了。这个也有比喻意。第9个，手机，这个不用说了，现在谁都离不开。是啊，我吃饭都看手机。还有手机依赖症，形容离不开手机的人，比如现代人很多都有手机依赖症。我就是。第10个，手表，戴在手腕上看时间的表。我爸爸有一块很贵的手表。还有手表收藏家，专门收集手表的人，比如他是个手表收藏家，家里有几十块表。真有钱。第11个，手套，冬天戴的手套。我冬天也戴手套。还有棒球手套、拳击手套，比如打棒球要戴棒球手套。第12个，手腕，这里不仅指身体部位，还指办事能力。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手腕是能力。对，比如他很有手腕，很快就升职了。还有，这个人手腕灵活，什么难题都能解决。这个很重要。第13个，手气，指打牌、赌博时的运气。哦，打麻将的时候常说。比如，他今天手气真好，赢了那么多。我不打麻将，但我听别人说过。第14个，手软，不忍心下手。比如心慈手软。对，还有手辣，就是手段狠，比如他做事心狠手辣。这可不是好词。第15个，手头，指手边，也指经济状况。怎么说？比如我手头有点紧，意思是钱不多。还有他手头正在忙，没时间接电话。哦，明白了。好，我们学了这么多词，现在来学4个成语，我会告诉你每个成语的意思，还有它的故事。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听故事。第1个，手忙脚乱，形容做事慌张，手也忙，脚也乱。就像我早上快迟到的时候，穿衣服、找书包、换鞋，手忙脚乱的。对，这个词来自明朝的小说《醒世恒言》，手忙脚乱，没个主意。用这个词造句，可以这么说：考试前他手忙脚乱地找笔，或者他第一次做饭手忙脚乱地把盐放多了。我记住了。第2个，信手拈来，信手是随手，拈来是拿来，形容写文章、画画很轻松，随手就能写出好东西。就像李白写诗，信手拈来，不用费劲。对，这个词出自宋朝诗人苏轼的《次韵孔乙府及古人句见赠》，信手拈来是已经。苏轼是说自己写诗很轻松，随手就能写出惊人的句子，所以后来就用信手拈来形容才思敏捷。比如他写文章信手拈来，从不打草稿。我也想像他一样。第3个，指手画脚，说话时用手比划，常指在旁边指挥别人，自己不干活。就像那种领导自己不动手，只会在旁边指手画脚。对，这个词出自《水浒传》第41回，宋江指手画脚，叫众人只顾走，本意是指挥手势，后来多用于贬义。比如他在旁边指手画脚，却什么忙也帮不上。这种人最讨厌了。第4个，手到擒来，形容做一件事很容易，一下子就办到了。
就像你处理工作上的难题，手到擒来。不敢当。这个词出自元代戏剧《李逵负肩》，这是手到擒来，比喻事情容易办成。比如，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手到擒来。真好。第5个，手不释卷，形容勤奋好学，书不离手。就像那些学霸，手不释卷，走到哪儿都看书。对，这个词出自《三国志·吴书·吕蒙传》，注引《江表传》。光武当兵马之务，手不释卷，说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行军打仗也手不释卷，非常勤奋。比如他从小就手不释卷，所以知识渊博。我也要手不释卷。第6个，手无寸铁，形容没有武器，赤手空拳。比如遇到坏人，手无寸铁，只能逃跑。对，出自明代小说《水浒传》，等我们手无寸铁，如何抵敌？比如面对歹徒，他手无寸铁，只好智取。懂了。小丽，刚才学了这么多词和成语，我们再来学几句俗语。好。第1句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意思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才能过上好日子。我妈妈常这么说，让我自己洗衣服。这句话出自毛主席的号召，鼓励人们自力更生。比如，想要过好日子，就得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我记住了。第2句，手巧不如心巧，意思是光手巧不够，还要用心。就像你做手工，光手快不行，还要用心设计。对，这是一句老话，强调用心比用手更重要。比如做菜也是一样，手巧不如心巧，要用心去做。第3句，十指连心，意思是手指受伤，心也会疼，比喻亲人间感情很深。就像父母看到孩子受伤，自己也会心疼一样。对，比如孩子生病，父母十指连心，比谁都着急。这句话好温暖。第4句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比喻两边都是亲人，都疼惜。就像父母对待孩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对，比如他有2个儿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不能偏心。第5句，手长衣袖短，比喻能力有限，帮不了忙。比如朋友找你借钱，你手长衣袖短，自己也不宽裕。对，这是一句老话，形容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比如我也想帮你，但手长衣袖短，实在没办法。懂了。手的职场哲学。张哥，刚才学了这么多，我发现手在职场里好像也有特别的意思。你观察得很仔细，在职场里，手确实能表示很多身份和权利。比如一把手。对，一把手指的是最高领导，一家公司的老板。比如他是我们公司的一把手，什么事都要他点头。那2把手呢？就是第2把手，副手。比如副总是公司的2把手，权力也很大。还有副手、帮手、下手。对，副手是助手，帮手是帮忙的人。下手有2个意思，一是动手做，2是助手。比如他找了个下手帮忙，或者这件事要下手做了，不能拖。那快手呢？快手指动作快的人，比如他是打字快手，1分钟能打100个字。还有快手也是一个短视频平台。哦，我知道。还有高手、新手、老手，这些我们学过了。另外，手气是指打牌的运气，手头指经济状况。那手软手辣呢？手软是不忍心下手，手辣是手段狠。比如他心慈手软，不适合做领导，或者他做事心狠手辣，大家都很怕他。
这些词都很有意思。还有一句俗话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在职场里，领导对待下属也要公平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最后，我们谈谈手和心的关系。古人说心手相应，心里想的，手能做出来，这是技艺的最高境界。比如书法家写字，心手相应才能写出好字；画家作画也是心手相应。那十指连心也是说手和心的关系？对，手是心的工具，心是手的指挥官，所以我们要用心用手才能做好事。我明白了。小丽，我们来做跟读练习，今天只练3个词、3个成语、3个句子，每个读3遍，你跟着我读，好吗？好的。第一组词：新手，新手，新手，老手，老手，老手，高手，高手，高手，新手，新手，新手，老手，老手，老手，高手，高手，高手。第二组成语：手忙脚乱，手忙脚乱，手忙脚乱。信手拈来，信手拈来，信手拈来。手到擒来，手到擒来，手到擒来。手忙脚乱，手忙脚乱，手忙脚乱。信手拈来，信手拈来，信手拈来。手到擒来，手到擒来，手到擒来。第3组句子：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手巧不如心巧，十指连心，轻如手足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手巧不如心巧，十指连心，轻如手足。很好，你已经记住了。小丽，今天你学到什么了？我学到了很多和手有关的词，还知道了手能代表能力、方法、权力，也明白了手要用心配合。我还记住了手忙脚乱、信手拈来、手到擒来这些成语，还有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、手巧不如心巧、十指连心这些俗语。总结得很好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、点赞、留言、转发。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请评论区告诉我们。还有什么汉字或者话题希望我们讨论的，请在评论区写下，说不定下一期就是你选择的字。欢迎留言提供意见，我们会改进做得更好。谢谢收听，让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。我们也想听听你的想法。下期见，拜拜。